先に行け。俺が援護する。俺が援護する。行け。早く先に行け。快，就这几个跑的。对。 放下你的枪，不然我打死这个中国猪给你看。我们都是军人，糟蹋个老百姓算什么？少废话！等等！我放下，我放枪。 怎么样？跑了。
君、君はもう決意を固めたのか？私はワクチン票をなくした。帝国の恥だ。死んで罪を償い、絶望を晴らす。金をなくしたのか？これは帝国にとって最大の損失だろう。新安でこれから重要な事変が起こるだろう。大日本帝国が満州を征服する戦いがこれから始まるんだ。帝国の武士として私はさらに重要な任務をお前に与える。ツインボロシに手柄を立てたいんだ。申し訳ない。营长，城西德胜铺子突然爆发了大面积的瘟疫，就2天的时间，全村死了几十号人。德胜铺子，不就前2天我们追击陵墓的时候路过那个村子吗？我们队里有个兄弟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他说这个病很奇怪，无缘无故就上吐下泻，病人拉得脱了响，好多老人和孩子很快就死了。现在防疫队已经封锁了这个村子。 他们得病之前吃了什么东西？最先得病的人是喝了村口那口井的水。这件事一定和陵墓有关系。你的意思是他们在井里投了毒？为什么呢？他们能在仙台山放毒杀人，为什么不能在德胜铺子的水里下毒？大哥，我前几天发现他们是在由美工作的生物研究所里出来的。这事儿由美会不会知道？ 由美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还有，霍先生让我捎个口信儿，他要急事情见你。来晚了。我来的时候，南满车站被戒严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陈兴啊，我正要告诉你，日本军参谋本部部长剑川美次就要到了。剑川美次，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日本军部是个挺进将军、好战分子。这个时候来沈阳，说明什么？根据我们在关东军内线提供的情报，剑川美次是代表日本政府来控制关东军部分好战分子的好战情绪。 可他突然提出来，不坐飞机，要坐轮船跟火车，比原来的时间晚到2天。以这个人的性格，他巴不得战火马上爆发，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如果这个消息真实的话，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得到了关东军部分人要起事的消息。从侧面说明是要和危急军箭在弦上。可我们东北军现在还在睡大觉，任何防备都没有。 万一真的打起来，那可就要吃大亏了。我马上找洪局长把这事跟他说，立即得通知驻军，再晚就来不及了。好，你马上去。立川部長は3件の密報を続けて送った。内閣は彼を軍部代表として我々の行動を阻止する気だ。 しかし立川部長が望むのは迅速な行動だ。事前にとはいつ頃から始まる？つまり今夜だ。事を図るは人にあるも事の成否は天にあり。今晩やるかどうかは天に聞きましょう。もしペンが右の方向に倒れたらやりましょう。もし左に倒れたらやめましょう。
私は何であろうと構いません。あなた方が構わなくても私がします。帝国軍人の勝利を止めようとした奴は誰であろうと殺します。俺もやるぞ。自分もやります。いいだろう。今晩だ。9月18日我々が歴史の日を塗り替えるんだ。报告，进来。局长，你什么也别说，现在剑川每次就要到了。剑川这个时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剑川很可能是日本方面派来的代表，他的作用是平衡关东军里的激进派。我有情报，他本人就是一个好战激进分子，派他来沈阳，恐怕形势不容乐观。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来了，会让日本关东军的战事提前开始，沈阳有危险。西洋先生，近来是不是很忙啊？这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找到你呢。系龙队长呀，怎么？找我有事吗？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想念老朋友，想请你吃顿饭，你有空吗？龙队长好兴趣，不过这2天我实在太忙了。过2天吧，过2天我请你喝酒。那好，那咱们就改天。龙队长，都是老朋友了，我提醒一下，世事多变，沈阳的局势刚是风雨飘摇。龙队长如果有家眷在沈阳的话，最好还是避避风头。喂，小林秘书，你叫上邱任马上到家来一趟。对，关东军驻扎的南满车站集中了大批的日本守卫队，连站台上都坐满了兵，一些重型的武器也在频繁的调动中。咱们的政府和军队难道不清楚这一情况吗？现在少帅正在北平，东北军的留守司令正忙着给他爹做大寿，根本没时间接我电话。知道北大营现在在干什么？发军饷，士兵们都在喝酒打牌呢。有一个军官在电话里跟我说，军事行动必须接到上峰的命令，否则就会送上军事法庭。他还说，剑川每次这次来沈阳，意味着沈阳平安无事，他根本就不相信日本关东军会开战。这样的中国军人，可悲，也真他妈的可怜。难怪日本人敢那么肆无忌惮。局长，难道咱们就这么任人宰割吗？当然不能，我已经下了命令，所有的公安部队取消休假，持枪待命。从现在开始，你要盯着北大营附近的日本守卫队，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向天不回来，我是不会收拾东西走的。把东西给我放回去，听见没？放回去，不要收拾了。不走。向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们收拾东西，难道咱们又要搬家了？对，你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教练毕已经把住的地方给你们安排好了，尽量外面躲一躲，无论沈阳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回来。天哪，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刚搬来的家还没暖热呢，又要走，说丢就丢。不行，不行，这次说什么我也不能依你了。这家我不搬，我哪儿也不去。娇娥，别太任性了啊！我处理完公务，马上去找你们。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你
上复兴，我们全家一起走。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弟弟那倔脾气，所以我要留下来帮他嘛。你放心，我一定带着他回家见你。真的。小可，听话啊，快去收拾东西去吧。一会儿你们俩拿着东西，带着你嫂子、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哎，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吗？龙爷放心，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办的，既安全又舒适。路上小心点。去吧。风雨飘摇，是非之地。西乡是在告诉我，他们要行动了。关东军1万多人，东北军在沈阳却有6万之众。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日本人玩这个蛇吞象的把戏，胜算会有多少？我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1時間後に立川部長の宴会が菊門ホテルにて行われる。君たちはまず酒を飲み、宴会の流れを把握し、また仕事についての話をしておけ。必ず立川には明日まで何も言うなと言っておけ。石原君、君に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第5特攻組組長の鈴木康夫大尉です。彼は今日の夜特別行動に参加します。君はなぜ中国軍隊の服を着ている？今日の夜、私の身分は米大員の東北軍です。命令に従い南万戦を爆破します。その通りだ、鈴木。必ずこの役を見事に演じきってくれ。はい。进来，小星，有什么情况？局长，北大营附近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日本守备二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可是我派人侦查了，他们的营地是空的。空的？人呢？去哪儿了？我派人在方圆5公里搜索，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是不是日本人在搞什么军演啊？这种调动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吧？为什么偏偏是驻扎在北大营附近的守备二队呢？正常的调动不应该这么偷偷摸摸吧？听说东京来了一个少将，是专门来制止关东军闹事儿的，现在正在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在军营饭店喝酒呢。我们用不着这么神经过敏吧？哥，进来。局长，刚刚得到线报，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沿线活动。柳条湖。柳条湖附近就是柳条河铁路，距离北大营不到1公里。局长，日本人会不会是在制造第2次黄埔事件？我派人过去看看。好。どうだ、立川部長とはどんな話をしたんだ？立川部長は今日はおかしい。彼の死をよく知っている。2杯だけ飲んだのに酔ってしまわれてホテルにお戻りになられてしまった。部長はとても気の利き方だ。きっと演技されてるんだろう。我々がどうこう言う必要はない。
リューテアフを爆破し世間を仰天させる。それで新たな歴史の幕開けだ。このページの歴史は我々が書き直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時天皇陛下をいらっしゃっても事実は変わらないことを受け止めなくてはならない。警戒に当たれ。明大院の方向に注意しろ。他の者は爆薬を背の上に仕掛けろ。早くしろ。報告します。誰かこっちに来ています。あまり時間はない。どんな事態が発生しようと必ず帝国には爆破しろ。聞こえたか。はいはい。かかれ。营长，没发现可疑的人。沿铁路两侧继续搜索。是。终于开炮了，知道，赶快回趟正二馆，往上山接到公安局，快去！快，干！
停！我们三从前面夺他们的枪！啊！跟我走！啊！日本人终于动手了。局长，北大营不可能就这么容易被攻下吧？洪江天，到！我命令你带上你的队伍到城西布防，绝对不能让日本人进城。是。你们两个带上你们部队，把守政府机关、兵工厂、机场、电台这些地方，绝对不能出问题。你们平常不是说要打日本吗？现在你们的机会到了，执行命令。是。両手風鉄は爆破しました。北大尉はすでに開戦しました。すべて順調に計画通り進んでいます。北大尉の駐屯軍はどうだ？反撃をしてきたか？我々の大砲は奴らを震わせ上げました。いいだろう。この2つの電報を20分ごとに三宅参謀長と南次郎陸軍大臣に送れ。第205号18日夜、中国軍隊は本店北大尉の西側で満州鉄道を破壊、我々の守備兵を襲撃して増援の守備隊と衝突しました。第208号米大尉の中国軍隊は満州鉄道を爆破して駐屯地に逃げました。我々風刺隊中隊は500-600人の敵軍と交戦していて、敵軍の片隅を占領しましたが、敵軍は機関銃と弩砲を増援しているので、我々死傷者が出ましたが、血みどろになって戦っています。この2つの電報があれば、ようやく正式に出兵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更不能出去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日本人真的开火了？日本人正在炮轰北大营呢。不行，我去找霍承熙。叔叔，放开我！珊珊，私よ。大砲の音が聞こえたわ。空気まで震えてるみたい。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の？中国軍隊は南満州の鉄道を襲撃した。我が軍は自衛のために反撃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現在戦闘の進行中だ。新庄の城の中は混乱している。君は家にいればいい。どこにも行くな。そんな。中日戦争はとうとう始まったのね。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喂，给我接公安局。什么？限流障碍？报告长官，日军的装甲车已经开进来了，后边还有大量的步兵。他们来了多少人？大概有1个营的兵力。敌众我寡，命令部队马上撤回城里边去。哎呦，这为啥这咋？弟兄们，
日本人来势汹汹，就连北大营的东北军都给打败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关部队，手里只有手枪和步枪，连个手雷都没有，怎么去能和日本的重装甲、强大的火力对抗呢？如果要是硬拼，那就是以卵击石。长官，咱不能走啊！咱都是沈阳人，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他们就住这儿。如果咱们连一枪一弹都不打的话，就让日本人进城，那咱们还有啥脸面去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咱们真的不能走啊！对，不能走，不能走啊！不能走！对，坚决不做亡国奴。弟们，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可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啊，不能做白白送死的傻事儿。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马上撤，我会保证大家的安全。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我也不拦着。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日本人，大家好自为之吧。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都走了，咱们也走吧。走。大家跟我来。往这儿，往上摆。快点，往里边。对，这个。龙翔天跑到哪儿去了？什么？找不到了？这个混蛋，我毙了他！小西门失守，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已经尽力了，你们是好样的，好好干！那边情况怎么样？日本人炸了6条铁路，他们诬陷是东北军干的，炮轰北大营，北大营现在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日本人一冲进来，就用机枪扫，用子弹挑，我们死了好几百个兄弟。可是我们的上方还下令不许我们抵抗。
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兄弟们，杀出了一条血路。现在有2个团已经从东面突围了，现在只剩下王铁汉的团还在和日本人较量。孬种！6万多的东北军输给了1万多的关东军，把沈阳让给了日本人，这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执行，到。日本人已经进城了，你通知所有的公安部队进入战争状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弃。是。洪局长，从我上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条汉子。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一样，小日本就不敢这么猖狂。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兵，你收下我吧。侯兄弟，我收下你，咱们一起跟他们干。是。大哥，山上呢？照相馆里落了一枚炸弹，我爹给炸死了。山上没有找到，我们要完成任务。别说了，拿上装备，跟我上战场。行。我が軍はすでに北大英の内陸に入り込んだ。我々の部隊はシェンアンに進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す。保安シエロンの公安部隊の狙撃を受けました。こんな小さな公安部隊に邪魔されるなんて消滅してやれ。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国民政府の機密電報を受信しました。南京政府から東北軍へのものです。読めん。信陽での我が軍の行動は地方事件として扱い、衝突を避け事態の悪化を防ぐため、日本との交渉は中央政府に従うとのこと。ジャンジェイ氏の我々へのこの態度、詳細はすでにこちらにあります。連邦は2通あり、1通は関東軍遼安第2師団のもので、応援の命を受け本店城は南に到着、城内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もう1通は朝鮮の日本軍司令部林シェン大将のもので、本店での戦闘の知らせを受け、兵を集めて中朝国境を越え信陽への出立用意を整え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报告，防御工事布置完毕。归队。是。李局长。霍长官，你来安排吧。好。下面我来布置任务。李局长带领弟兄们负责第3道防线。是。我和李浩负责第2道防线。孙涛带着弟兄们负责第1道防线。是。王忠义带着弟兄们在制高点负责狙击敌人。是。我们的武器装备有限，不能盲目开枪，一定要等他们进入到我们的伏击点30米处，听我的命令，打亮所有的探照灯。强光照射下，敌人会瞬间失明，那个时候要抓紧时机，打掉他们的重型武器，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还有他们的子弹头，而且要迅速地打扫战场，缴获所有的重型武器，为迎接敌人的第2波进攻做好准备。这不是打仗，这是找死！咱们公安部队怎么能跟正规军队打仗呢？闭嘴！弟兄们，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敌我悬殊很大，不打，很快沈阳城就会插上日本人的国旗，我们的父老乡亲会被他们凌辱，打，一定会有伤亡，一定会有流血牺牲，甚至全军覆没。我想和你们大家一起誓死保卫沈阳，即便战死，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记住我们。侵略者终会知道，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可侵犯。现在我命令大家，不想打的立刻退出，回家照顾父母；想打的留下来，听不到命令不能退后半步。你们大家自己选择。打起精神来，打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各就各位，
第一分队，跑步走！第二分队向后转，往后前进。第三分队，跟我走。快打！剩下的兄弟，跟我打！营长，来了。70米。60米。40米，30米，来了。开灯！打！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0支步枪。轻机枪送到聚集点，重机枪搬过来。是。特地。高的。好。上弹。关灯！
咬最后一口气，我们没能拦住小鬼子，日本人已经闯进沈阳城了。弟兄们，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沈阳城，咱们不能干以卵击石的傻事儿。既然大家跟了我，我一定对你们负责到底。现在，你们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脱掉这身制服，暂时到天豹花园家躲一躲。等局势稳定了，我再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归队，咱们还在一起干，怎么样？好，好，好，好。没事吧？没事。来，皆さん、今日は臨戦です。北大はすでに我が軍が全て占領しました。飛行機は20機、タンカーは25、それからいくつかの重機砲弾薬を現在集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我が軍の隊員が手配しております。もうすぐです。立川部長、今どこですか？酔いが覚めましたか？朝立川将軍に会ってきたんだがな、私に中国軍隊へのむやみな行動は許さないと言ってたよ。いい知らせだ。見ろ、9月18日我が軍は先制攻撃で本店、スーピン、栄光、ファンファンチェン、アンドンなどの南蛮鉄道、暗妨の鉄道線など12時間以内にかつて誰も成し遂げたことのない戦果を我々は収めた。万歳！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我没完成任务，不能怪你们。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你们已经尽力了。局长，日本人占领了这儿的商业区和行政区，先头部队离这儿不远了，你快撤吧。撤。往哪儿撤？强盗进了门，国将不国，假意孤寂。陈强，记得刚进警局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的？什么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身上流干血，擦干净，继续上战场。记住，真正的中国人，只有断头之势，没有屈膝之辈。永远记住9月18号这个充满耻辱的日子。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洗刷这个耻辱，把我们的家园从日本人手里给夺回来。陈先会记住你的话。洗刷耻辱，夺回家园！洗刷耻辱，夺回家园！
918事变后的141天，日军占领哈尔滨，自此东北3省全部沦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争，也正是从918开始拉开了序幕。一支番号为“火流星”的游击武装力量，频繁在沈阳一带活动。夜晚，他们像幽灵出现在侵略者面前；白天，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营长，这个当官的就是小队长古川，他们刚从玉家村调放回大热镇，我们打不打？打。好，大家注意隐蔽，准备战斗。来一颗！营长，他们进入雷区了。天响，再给我狠狠打狗日的！开路！他谁去了？小队长，对面的山头上有个牌子，是不是对着沟里的古山小队来的？我说最近这山谷里怎么总是不太平？白军炮，都给我站！狄大人，开出击！是。好。营长，他们好像有援军，进山！报告，前面2处林子里有人袭击日本军古川小队。怪不得这枪炮声响得这么激烈，原来又是这伙流寇。查清楚他们是谁了吗？是火流星他们。真是山不转水转啊！他们居然跟到这儿了。好啊，这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向肖连密传达我的命令，要将这伙流寇全力围歼，一个不剩。是。
皇上，我很欣赏你的个人魅力。红袖军能有今天，也功不可没。谢谢小松总指挥的夸奖。静安游击队组建至今，你提出的机动、快速、果断、勇猛的作战风格，使这支队伍屡战屡胜，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啊。我作为帝国军人，就喜欢直来直去。本来我不喜欢中国人，可是你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人。你居然能把2万多支枪、100万发子弹，无偿地献给大日本帝国，还把你的部下带到了我的部队，这说明你对我们的真诚和慷慨。我希望和你合作。大浪淘沙，胜者为王。在这个世界里，从来都是强者的天下。我看好了大日本帝国的前途，所以坦诚相见。还希望小松总指挥不吝赐教，你我精诚合作，共图大局。好。营长，你们先撤，我殿后。中义、孙大，你们俩去前面把地雷布上，拖延他们时间。是。你们俩跟我去。营长，我看见小脸臂了。小脸臂，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秃崽子带着红袖军打我们的伏击。真是冤家路窄。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小脸臂既然出现了，他后面应该还有人。龙翔天。陈星，咱们的减员太严重了，今天战斗阵亡9人，重伤6人，轻伤13人，现在能战斗的只有45人，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在林子里转悠，对日本人不能造成威胁，反倒成了红袖军的追剿目标。咱们干脆把队伍拉到这河去，加入国军的正规部队，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干。国军要是抗日的话，咱东北3省也不至于被让小日本占领。北戴营的教训你别忘了，我可不想当这帮王八蛋的炮灰。无论是去哪儿，投奔谁，只要能抗日就行。我觉得也不能拖下去了，不光队伍会脱散，人心也会脱散的。珊珊，以后的战斗越来越残酷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自从9·18事变以后的100多天，我就没把自己当女孩子。现在我是一名抗日战士。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自从锦州被打散以后，黄显龙局长就去了北平。营长，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投奔他。黄显龙是生是死我也不知道。我们抗日联队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中央政府又不支持，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还可以去投奔个人。谁？马长风。马长风这个人可靠吗？东北沦陷以后，只有他带着部队一直在坚持抗日。听说日本人把马长风看中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来围剿龙城。他现在的日子比咱们好不了多少，所以咱们才必须跟他拧成一股绳。忠义、耗子，下山想办法找辆车。是。